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陆。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相见恨晚，威少完美适配约基奇，或将终老金块队。两情相悦，约基奇完全爱上威少，莫里哭泣，难道真是新人胜旧人？对威速归，东契奇负伤，场边观赛摇头不止。欧文胜利效应已过，军心涣散，克莱欧文带队出现大量失误。金块队主场迎战老鹰，金块139比120轻取老鹰，拿下3连胜。威少出战25分钟，6投5中3分2中1，罚球5中5，拿到16分2篮板11助攻。本赛季威少首发的比赛，金块9胜2负。首发期间，他场均能够贡献13.7分、5.9篮板、8.6助攻、2.3抢断。投篮命中率56.2%，不知道洛杉矶胡某球队是否需要一个这样的控球后卫呢？命中率高，防守态度好，得分稳定，而且篮板球抢的也不错的球员。注意，威少场均2.3次抢断，这可不是刷数据刷出来的。2年了，威少总算证明自己真的不是不适合 NBA， 只是不适合某人的洛杉矶胡某队而已。本场比赛，约基奇首发出战29分钟，16中9，3分1中1，罚球6中6，砍下23分，17篮板，15助攻，外加一盖帽，正负值正31，冠绝全场。据统计，约基奇是 NBA 历史上首个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砍下至少20加15加15的球员。实际上，一个威少，一个约基奇，真的把某人的脸已经打肿了。只要打法适当，刷数据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威少把3双刷的不值钱了，而约基奇把什么数据都刷的不值钱了。当年被一群球迷吹上天的各种数据，在威少跟约基奇面前都不算什么。更加神奇的是，两个人同时上场，效果居然还这么好。只能说，威少并不是跟持球大河不搭，反而可以分担持球大河的压力。在本场比赛中，威少完全分担了约基奇的压力，两人的磨合情况堪称完美。不论是有球还是无球，威少和约基奇的默契可以说是篮球的艺术。当他们在场上的时候，金块的进攻可以说是行云流水。赛后，前金块主帅乔治卡尔更新推特，建议到金块可能需要威少在赛季剩余比赛继续首发。对于金块队而言，他们找到了更加适合球队的人选。之前波普的属性是3分跟防守，而威少增加了一个控球，这样基本上莫里不愿意干的事情威少都做了。约基奇控球的压力也减少了，小波特更加放心的吃饼，算是一举多得的结果。不过问题就是威少如果首发，替补席更加没眼看了。需要穆雷多带着替补席打一下。本场比赛，穆雷14中6，3分5中2，罚球7中7，得到21分3板2助2断1帽，正负值为正11。小波特14中8， 3分9中5，得到21分4板2助1断，正负值为正24。穆雷也好，小波特也好，有一个特点就是攻强守弱，或者说不太愿意防守。威少上场确实能分担不少压力，回头阿隆戈登回来，这个情况会更好的得到调整。不过一直让威少打首发的话，替补席确实是一个问题，看金块怎么解决了。说实话，现在的篮球环境下，很少有球员离队被母队球迷追着喷的，也很少有球队会为了交易掉某个球员故意抹黑球员。但是洛杉矶胡某队最近几个赛季就非常有意思，为了逼迫威少同意交易，直接把威少下放到替补席，最终交易换来了拉塞尔，然后呢，用了2年，又用同样的方式交易掉了拉塞尔。那么之后呢，再次换来的球员呢？湖人现在似乎就不知道什么是和平分手，什么是好聚好散了。来的时候敲锣打鼓欢天喜地，走的时候就一地鸡毛，怎么看都不顺眼。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寒心。聊回莫里，他最近的状态可以说有点回暖了，但是似乎有些被球队边缘化，尤其是在首发阵容中，布劳恩和波特更偏向于终结点，威少算是组织点，约基奇不用多讲，那么莫里的定位就十分尴尬了。他更多的擅长抢解和单打，但是这样会让约基奇在场上干等，而这种场面似乎违背金块的战术定义。至于组织球和防守更不是他的长处，现在有了状态好的威少，就更加不需要他的发挥。因此他在场上时，金块队的球总是不够流畅，因为他需要持球，又没有稳定的进球能力。
能力，感觉金块队真的可以让他带领替补，因为金块队的替补实在是弱得可怜。而可以试着将皮克特提上首发，让他和威少去防守后卫。不说他的防守能力有多么出众，但是至少防守态度足够积极。虽然可能由于身高限制存在局限，这或许是在阿隆戈登回归之前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法。毕竟莫里的防守和轮转球，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回顾比赛伊始，波特外线开火帮助金块先声夺人，金块顺势拿下先手。杨和丹尼尔斯的发挥帮助老鹰还以颜色，沃特斯和皮克特在本节后段的发挥帮助金块领先结束首节。首节结束，金块40-33老鹰。进入4节，马修斯和克雷伊奇的发挥帮助老鹰继续追击，并一度完成反超。小乔丹的发挥帮助金块保持领先优势不被蚕食。约基奇和威斯布鲁克的发挥帮助金块领先进入更衣室。半场比赛结束，金块74-71老鹰。一边再战，杨跳投命中拉开下半场大幕。波特和莫里连续外线开火帮助金块拉开分差2位数。里萨切和马修斯的发挥帮助老鹰紧追不舍。约基奇在本节后段的发挥帮助金块单节打出41-24的完美单节大比分，领先进入末节。3节结束，金块115-95老鹰。进入末节，斯特劳瑟和莫里的发挥帮助金块继续拉开分差，马修斯和杨的发挥帮助老鹰保留一丝希望。关键时刻，莫里的发挥帮助金块彻底杀死悬念。老鹰尽管努力追分，但终究是无力回天，只得投此告负。全场比赛结束，金块139-120大破老鹰。然后我们再聊聊独行侠。独行侠客场挑战火箭，99-110负于火箭。这场比赛本身是西部第3和第4的大战，在独行侠输给火箭，金块战胜老鹰之后，独行侠20胜14负，排名西部第5；金块19胜13负，排名西部第4；火箭22胜11负，排名西部第3。回到比赛，东契奇因为腿上的伤势依旧缺战，独行侠选择欧文和克莱首发带队。这么评价这场比赛，我只能说军心涣散，一场惨败，全队送出20次失误。在没有东契奇、华盛顿受伤的情况下，独行侠打出了一场很难受的比赛。在火箭队对欧文实施夹击的情况下，克莱或许在这支球队的比赛中看到了上个赛季勇士的影子。独行侠本场比赛的开场打得还是很不错的，在自己3分投的不错，火箭3分投的很差的情况下，他们也一度领先到了2位数。不过随着比赛的推进，火箭队对欧文坚决的夹击让欧文打得很难受，独行侠也开始逐渐找不到自己的进攻状态。火箭队本场比赛的战术很明确，就是不能让独行侠剩下唯一的进攻箭头人物欧文打出状态来。他们用贴身的防守把欧文逼到自己不舒服的进攻位置上，然后在独行侠打挡拆的时候对欧文进行夹击。虽然欧文也会将球传出来，但是传出来之后的球员们对于球的再次支配就会差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独行侠被火箭队逼到了出现很多的失误，尤其是克雷·汤普森。虽然他开场后打得不错，投篮的手感也挺好的，但是在欧文遇到麻烦，球队进攻滞涩之后，他也开始着急，甚至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或许在这种球队头号球星受到对手重点照顾，球队开始出现各种失误，自己的手感也开始下降的时候，克莱感受到了自己上个赛季的那种状态，他也又一次陷入了那种着急的感觉。他也贡献了全场最多的5次失误。作为一个投手，按理说他不应该出现这么多失误的，但是这就是克莱情绪明显不对的一场比赛。他在第2节和第3节甚至没有贡献1次得分。当然，独行侠的优势是他们并不依靠克莱·汤普森，他们依靠着格雷姆斯、哈迪等人的发挥，还是能够维持比赛没有被打崩。虽然他们球队的绝对核心和1员大将都无法出场，他们也没有被对手击溃。克莱也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冷静下来，也在第4节再次出场之后又可以贡献3分来追分。不过克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一旦进球就可以成串的超级投手了，他零敲碎打的进球也没办法在火箭全队对于欧文的压迫下贡献快速的追分。独行侠输掉了这场西部3、4名之间的较量，在东契奇不在的情况下，他们没能收获比赛的胜利。或许现在独行侠更担心的是华盛顿的伤势，如果在东契奇受伤的情况下，华盛顿也伤了，那么他们很可能又要经历一段动荡期了。本场比赛，欧文和克莱一共送出了9次失误，独行侠全队一共失误20次。
反观火箭队，他们全队一共才失误12次。自从东契奇受伤后，独行侠已经经历3连败了。尽管可以说上场对阵国王的比赛，欧文和克莱也都休战，但是这样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尤其是独行侠，如果今年目标是冲击决赛的话，因为西部的竞争有些过于激烈，基本上球队的胜场差都在2场之内，甚至可以说是只差0.5。希望独行侠要尽快调整策略，至少赢下该赢的比赛，不然东契奇又需要将球队拉出泥潭，这无疑是一个。从自由市场开张到现在，湖人对威少的出手几乎未停止过，但交易的事宜并不顺利。从最初的凯里·欧文到迈尔斯·特纳和巴迪·希尔德，再到如今的麦克康利、博扬·博格丹诺维奇、加里德·范德比尔特、马利克·比斯利们，一通谣言猛如虎，可最后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无疑刺激着湖人球迷的心脏。不过在休赛期，湖人队依旧做出了一些补强。事实上，湖人队在刚过去的自由市场上散发出来的信息，就是相信巅峰仍在的詹姆斯和伤愈归来的浓眉，即使是付出一定的选秀权，放弃一点未来，也要保障下赛季的战斗力，争取在这几年出一点成绩。现在湖人队手中拥有的筹码，除了威少，最大的就是2个首轮签。威少自然不必多说，如果有人愿意交易威少，基本上应该是全明星级别球员的互换了，亦或是像当初湖人换来威少那样，用多个球员去交换。不过，结合联盟当前的形势和威少的个人上赛季表现来看，这种情况在新赛季很难发生。事实上，湖人在交易来贝弗利和施罗德之后，队伍已经变得有些头重脚轻了。一个队伍一共14个球员，光控卫就有4个，后卫线上的臃肿和锋线上的薄弱形成了鲜明对比。一部分人觉得湖人上赛季的问题只出现在威少身上，只要能把他处理掉，无论付出什么得到什么都是可以接受的。也有人认为，因为威少的交易送出2个首轮选秀权实在是太亏了，没有必要因为威少而丢掉未来。那么事到如今，湖人还需不需要应不应该做交易呢？拥有可能性较大的交易目标又值不值得湖人付出2个价值较高的首轮签呢？今天这支影片鲈鱼就带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新赛季，湖人要是想要取得更好的成绩，阵容上的调整是势在必行了。那么，现在联盟中有哪些球员可以成为湖人的补强选择呢？首当其冲的就是步行者队的迈尔斯·特纳。说到特纳，我们很容易的就能在舆论中感受到，他是那种评价2极分化特别严重的球员。说他好的人认为他是那种相当出色的护框手，甚至可以称得上步行者防守体系的支撑者，是一位能够进入到防阵选择范围里的内线。而认为他不好的人，则会把他和哈桑·怀特塞德，还有另一位盖帽王马库斯·坎比相提并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数据刷子，一个真实水平无法和数据匹配的球员。那么，特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方面，特纳不是坎比，也不是怀特塞德，他虽然也是个盖帽刷子，但是他的进攻能力和防守能力和他们2个还是出色很多的。和历史球员相比，是一种关公战秦琼的行为。因此，我们把他和怀特塞德相比，双方的价值差距就会特别明显。特纳领着1800万年薪，并还能受到争冠级队伍的招揽，而怀特塞德却至今还在为找一份工作而奔波。特纳的防守效率尽管没有他的盖帽数字表现得那么夸张，但他绝对也是个出色的内线大闸。步行者队在选到特纳之后，他们的防守在特纳在场的那些比赛里，无论是基础数据还是高阶数据，都处在联盟的上半区。单论盖帽数的话，步行者队本赛季能排到联盟第3，而这是特纳的功劳。在搭档攻强守弱的小萨博尼斯的这段时间，步行者队的内线防守几乎都是由特纳撑起来的。特纳在进攻端的表现也相当不错，虽然他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进攻球员，但是他在内外线都保持着还不错的效率。特纳的个人能力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浓眉，在球队已经拥有戴维斯的情况下，是否还需要一个防守弱化、进攻更弱化的戴维斯？这一点是湖人队需要考虑的。毕竟湖人囤积同类型的球员已经有前车之鉴了，但是特纳确实也是湖人的选择之一。第2位值得考虑的是巴迪希尔德。
他是一位非常高产的射手。说实话，这对湖人现在的阵容是一个极大的补充。蒙克离队，安东尼几乎不可能回归，纳恩归期未定，湖人队确实缺少一位三分手。看看湖人队的那些球员，威斯布鲁克、贝弗利、施罗德，还有很多湖人队的后卫，他们的三分还不如詹姆斯，而这是詹姆斯以前基本未曾经历过的场面。希尔德的技术特点在于高难度的三分出手，尽管他的三分命中率一般般，但是他的三分产量却非常高。一方面说明了他拥有独立出手的能力，在借球借掩护投射方面为湖人队补上一大块短板。另一方面，希尔德的出勤率非常高，在常规赛他很可能支撑起球队的进攻。希尔德的缺点在于防守，尽管他的进攻选择一直为人所诟病，但是如果把他放在二阵容位置，让他带着替补们冲杀得分，相信他能干好这份工作，毕竟他有着出色的独立进攻能力。但是希尔德的防守绝对是致命的，他的防守智商相对比较低，上赛季他的对位者命中率能比平时数据高出 5% 左右，这比威少还差。如果湖人引进希尔德的话，那么詹姆斯恐怕不能在防守端放水了，必须拿出前几年在防守上的精彩表现。除了步行者队之外，另一支有可能发生交易的就是爵士队了。毕竟安吉来到爵士队之后，新赛季的目标已经是养精蓄锐，等待机会了。爵士队剩下的球员里面，我想博扬·博格达诺维奇绝对是重点交易目标。一方面，他的合同下赛季就到期了，湖人队的薪资空间不会被挤压，管理层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另一方面，博扬的空切能力和投射能力都相当不错，詹姆斯的球队就需要这样的球员，并且博扬还是一位季后赛类型的球员，他在季后赛的表现和常规赛相差无几。作为一位场均输出18分的球员，同时还不占用球权，湖人队恐怕需要更多的筹码去交易得到他。虽然博扬在防守端也是个漏勺，但是他还没有达到人见人欺的地步，他的个人能力值得湖人拿出一个首轮签。乔丹·克拉克森和马利克·比斯利，他们都是那种占用大量球权，在进攻端展现自己的个人能力的球员。克拉克森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最佳第6人的有力竞争者，比斯利的三分球上赛季也是高居联盟第5。他们如果能来到湖人队，确实可以提高湖人队的进攻，但是他们的打法导致了他们在季后赛的表现和常规赛相比是有一定差距的，并且湖人队需要球权的人太多了，引进他们任意一人后的阵容搭配对教练来说也是个难题。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潜在引援者，陆于认为是范德比尔特，他是一位优缺点非常明显的球员。在防守上他表现得非常优秀，特别是在篮板的保护上。作为一个出场20分钟左右的前锋，他能够摘下 7.2 个篮板球，他的篮下终结确实活力满满。但是范德比尔特的个人进攻缺少外线投射，在现在这个时代，作为身高206厘米的大前锋，如果没有一手三分球的话，会对球队的进攻空间造成一定影响。不过他的防守能力和篮下终结在常规赛绝对足够胜任轮换球员的位置，湖人队想要拿下他，恐怕还得经过一番竞争。对于湖人来说，范德比尔特是一把双刃剑，他的进攻绝对会影响球队的空间，但是从球队阵容架构来说，湖人目前确实缺少一个合格的内线轮换球员，而范德比尔特的防守和篮板绝对够资格，因此湖人队还是应该争取交易一下范德比尔特。湖人在今年休赛期还算冷静，没有着急把威少处理掉，而是尽量在帮助威少打造适合一些的阵容。他们得到了一些不错的防守者，一些有活力的年轻人，他们的轮换阵容甚至能看出一点2021年奇才的雏形，这也的确是与鲈鱼的想法相统一的。以目前的交易筹码而论，湖人没有必要冒险付出如此多的未来资产，而风起云涌的交易市场接下来会如何发展，谁也说不准。说不定哪天一觉醒来，威少就不再是湖人的了。2020年，湖人依靠詹梅加上丹尼格林、霍华德等优质角色球员的辅助，成功夺得总冠军。只不过在夺冠之后，湖人管理层并没有最大程度的保留争冠阵容，反而对已有阵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变。2020年休赛期，
湖人放走丹尼格林，引进施罗德。要是放走霍华德加麦基的内线组合，引进得分能力更强的哈雷尔，具备一定串联加3分水准的小加索尔。本以为这样的针对性补强会让詹梅组合威力最大化，让球队更有机会完成卫冕。只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伤病等因素的影响，首轮就被太阳淘汰出局。去年夏天，湖人管理层又用换遍全联盟的库兹马加波普这对组合，打动了巫师，换来了场均3双的威少，组成了以勒布朗、浓眉、威少的3巨头组合，在21赛季豪赌一次，赌赢了荣耀再现，赌输了成为笑柄。遗憾的是，湖人最终赌输了，输得体无完肤。这也意味着湖人詹威梅3巨头联手彻底宣告失败。这也即是说，若下赛季湖人想要重返争冠行列，最好的方法便是拆散詹威梅3巨头，引进更适合球队体系的巨星帮手，或是实力轮换球员。而鉴于詹梅过去几年的表现和化学反应，威少则成了3巨头中最有可能被交易的。只是湖人如果真的想要送走威少，恐怕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了。在今夏，威少的运作几乎无法达成。整个7月份的自由市场，威少无疑是整个联盟中最尴尬的球星。在月初，坊间就出现了有关他的交易传言。一种主流的声音认为，篮网是最有可能得到威少的队伍。但是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湖人和篮网就此事进行了多轮接洽，却始终没能达到预想的结果。篮网想要在交易中获得2个首轮选秀权，作为威少换欧文的附加筹码。可是考虑到队伍未来的建设前景，湖人拒绝了篮网的要求。他们最多只能接受在交易中送出1个首轮签。湖人坚硬的态度自然让谈判无法进行下去了。加之欧文慢慢接受了继续在篮网效力的现实，到现在这笔交易或许也就搁置不前了。湖人管理层也尝试了与其他球队进行接洽，比如向溜马提出用威少换巴迪希尔德的方案。可对于这个方案，硬城方面并不感兴趣。对此，湖人还尝试与爵士、马刺等队联络，可依然没有收到理想回复。种种迹象表明，现今联盟中已很少再有队伍对威少真正感兴趣了。在交易谈判中，很多球队之所以有接盘威少的想法，更多只是希望通过这笔运作积累选秀权，并且威少只有1年合同，好腾薪资空间。可偏偏今夏无论与哪支队伍接手，无论对方如何抬高要价，湖人都坚守着最多只出1个首轮签的底线。而另一方面，作为持球大核心，威少无论去哪支球队，都将对队伍的文化产生无可忽视的影响。在巅峰期，赛季场均3双的日子，威少的带队能力就曾遭到过严重质疑。如今，威少年过30，运动能力已肉眼可见的下滑，投射的短板则在被无限放大。这种情况下，自然更没有队伍敢轻易让他加入了。因此，归根到底，湖人自己制造的难题还是要由他们自己来解决。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湖人新主帅达尔哈姆曾表示，他会再给威少一次融入团队的机会，会给3巨头再做一次融合实验。至于威少的去留，他更希望在实验结果出炉后再做定夺。如果下赛季开始前，湖人无法送走威少，勒布朗和浓眉也该接受这个既定事实，拿出自己的职业素养，按照新主帅的安排，与威少再次尝试去建立默契。当然，对于威少而言，下赛季初段也很有可能会是他生涯最后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但可能还会有人说，只要威少不走，单凭詹威梅组合，湖人根本无法重回争冠行列。但我们用客观的角度来说，其实只要威少成功转型，凭借张威梅组合，湖人也是有那么一个机会的。上赛季湖人之所以未能打进季后赛，和球队整体缺乏防守有很大的关系。21赛季湖人的防守效率全联盟21，而他们夺冠赛季的防守效率全联盟第3。当然，这跟球队阵容有很大关系。
夺冠赛季，湖人有波普、丹尼格林、布拉德利等防守悍将，内线有浓眉、霍华德、麦基坐镇，加上勒布朗、库兹马等锋线球员，湖人在沃格尔的防守理念下如鱼得水。而21赛季，这些球员大部分都不在了，湖人能拿得出手的只有斯坦利·约翰逊、里弗斯等人。纵然勒布朗场均轰下30分，也无法挽救湖人的颓势。勒布朗因为年龄、体能原因，不能指望勒布朗攻防两端全部拉满，所以其他球员在防守端得有所贡献。威少经常在场上被对手一步突破或者中距离轻松出手得分，防无球时也经常出现溜号的情况。如今威少即便整体运动能力不如以往，但是不是球队主攻手的前提下，他的体力依旧足以支撑他打出更好的防守。可上赛季威少防守端并没有表现出侵略性，究其原因，其一是个人积极性不足，其二则是以前威少大包大揽的核心型打法根本不用做这种蓝领工作，他还没有彻底适应过来。如果威少能够提升自己的防守积极性，彻底摆正心态，放下身段做好防守，那么这对于湖人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威少也不用遭遇关键时刻被弃用的尴尬局面了。21赛季，库里由于持续增肌影响到投篮手感，以至于整体命中率跌至 43.7%， 甚至比不擅长投篮的威少还要低。但联盟各支球队也不会去包夹威少而放松对库里的防守，威少的出手更多的靠近篮下，而库里则有更多的三分和中远距离出手。且相比库里，威少投出 44.5% 的命中率，面临的防守压力也远比库里要小得多。这无一不在说明，即便威少整体命中率高过库里，但目前他的投射能力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这才导致浓眉甚至需要拉到中远距离投篮，根本无法发挥自己的优势。要是下赛季威少能够提升自己的投射水准，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勒布朗、浓眉的压力，让他们有更好的空间，从而把自身的优势彻底发挥出来。由于威少缺乏投射能力，导致浓眉不得不站上5号位，根本无法彻底发挥自身优势，并且威少的大包大揽的打球方式也让勒布朗发挥不出组织优势。可一旦减少威少球权，他单场比赛可能连15分、5板、5助都无法达到，所以在削减威少持球权之前，得指望他能够开发出一定的无球能力。如果威少能够开发出一定的无球能力，那么他不仅能够给湖人带来更多的战术变化，勒布朗也能因此受益，不用继续在进攻端疲于奔命，反而能够发挥出自身组织的优势，从而打出更好的整体表现。综上所述，只要威少能够成功转型，提高防守积极性，增强投射能力，开发出无球能力，那么这样的威少也会更加契合詹梅，打出良好的化学反应。而这样的詹威梅组合也是湖人管理层组建的初衷，这样的詹威梅组合才有绝对实力达到争冠级别。当然，这一切也只是猜想，现实如何，还得看威少和湖人如何做出相应改变。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辗转徘徊在波士顿和休斯顿，施罗德又回到了洛杉矶，回到了2年前自己的梦碎之地。彼时的施罗德意气风发，在雷霆队当保罗替补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出色。在那个赛季，他场均能拿到 18.9 分、3.6 个篮板、4个助攻。他的投篮和三分，无论是产量还是效率，都创造了生涯新高。那年本来交易了威少换来保罗，已经决定要摆烂追逐状元秀的雷霆，却阴差阳错地进入到了季后赛，甚至差一点就打败了休斯顿火箭队。保罗的带队能力当然毋庸置疑，但施罗德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也因此第2年他在转会到湖人队后，也在常规赛打出了优秀的表现，场均 15.4 分、3.5 篮板、5.8 助攻。他的场均得分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他的场均助攻数也上升到了 1.8 个。因此湖人为施罗德提供了一份4年8400万合同，最后施罗德拒绝了，外界都在流传他飘了。在看到洛瑞的3000万合同之后，他直接飘上天，但最终施罗德的野心被冰冷的现实击败了。
季后赛志在夺冠的湖人队在首轮被太阳击败，施罗德在季后赛多方面数据都大幅度下滑，其中助攻更是场均只有3个，比常规赛少了 2.8 个。这样差强人意的表现也让他身价大跌。施罗德没能够留在湖人，他开始了他的联盟流浪之旅。先是500万底薪签约塞尔提克，又被塞尔提克放弃辗转火箭，最后又流落到自由市场。施罗德真的差劲到没有人要吗？事实并非如此，湖人这不就在原有的3控卫的基础上又签下了施罗德吗？鲈鱼今天就带大家来简要分析一下湖人引进施罗德的原因，以及球队将如何安排4后卫的出场搭配。施罗德的个人实力一直是有的，从最近他在欧锦赛的表现，你就可以发现，当施罗德作为球队的主控时，他的突破和个人进攻往往能给你惊喜。9月19日的凌晨，他带领德国队战胜了波兰队。虽然说他在最后有些许进攻方面的失误表现，但在整场比赛来看还是非常出色的。施罗德领头的德国队也拿下了欧锦赛第3名。要知道，东契奇、字母哥、约基奇这3人领衔的斯洛文尼亚、希腊和塞尔维亚都在8强赛中折戟沉沙了。抛开国际赛场的表现不谈，施罗德即便是辗转在塞尔提克和火箭队期间，他的表现也称得上是合格的轮换球员。在波士顿塞尔提克队，施罗德打了49场比赛，首发了25场。他在场均 29.2 分钟的时间里，能够拿到 14.4 分、3.3 个篮板、4.2 个助攻。在赛季中期，他被卖到了火箭队。施罗德出场了15场比赛，其中首发4场，场均 26.9 分钟的出场时间里，他也有 10.9 分、5.9 个助攻入账。施罗德的个人能力绝对是没有问题。他被塞尔提克和火箭队抛弃，主要是球队的选择原因。塞尔提克不需要一个进攻型、防守有短板的后卫作为首发，他们的双子星已经足够撑起球队的进攻。欧文、施罗德，亦或是初代目小托马斯，都不是塞尔提克1号位上的答案。火箭队则是因为球队的规划，暂时放弃了这几个赛季。施罗德这类的拼图球员对球队作用不大。施罗德的个人实力说了这么多，就不得不提到湖人在后卫线上如此臃肿的情况下，依然给了施罗德一份合同，把施罗德收入阵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施罗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要知道，湖人不久前刚签下了贝弗利，现在又签下施罗德，球队一共14个人，4个控卫。不过，施罗德作为一名场均能够输出15分左右的后卫，他的年薪却仅仅只需要264万美金，这简直就是白菜价。湖人要是不签下来，确实有种有便宜不占等于亏钱的感受。其实，施罗德在自由市场上也已经有其他球队对他抛出橄榄枝了。猛龙队和太阳队都希望签下这名进攻出色的后卫，不过施罗德最后还是选择了湖人队。施罗德可以在湖人这样的大球市里为自己证明，重回故地打回自己的身价。湖人则收获了一个已经在湖人体系中证明了自己的后卫，这是双赢的局面。施罗德作为自由市场最后这批人中最出色的球员之一，湖人拿下他也让同赛季的太阳队得不到补强，这一点也是好处之一。再则，施罗德和詹姆斯非常适配，施罗德和詹梅同场时的净效率值是正 12.2， 这3人在场上的化学反应相当不错，相比于威少加詹梅的效果要来得更好。施罗德的突破分球极具水平，也能够给詹姆斯创造出不少得分机会。有评论就曾经把施罗德比作是削弱版的欧文。大家都熟知欧文与詹姆斯这对组合的实力，那可想而知，施罗德与詹姆斯一块打球是不需要再经过什么磨合的。我们还可以从詹姆斯的社交媒体发文中看出他非常高兴于施罗德的回归。在詹姆斯的 IG 中，他写道：太棒了，你能回来我真是太开心了，你就是那样的人，让我们冲啊。字里行间中可见施罗德与詹姆斯的私交也是相当不错的。湖人队签下施罗德的第2个原因，我想应该是为了提高后卫线上的火力与活力。我们甚至不用看新赛季的比赛，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那就是威少和贝弗利的投射水平，他们的投射稳定性和投射产量都称不上优秀。施罗德在本次锦标赛中入选了赛事最佳阵容，场均 21.6 分、2.4 板、7.3助。
43.1%的投篮命中率的个人表现，已经足以证明他的进攻火力，至少在外线的投射方面，绝对是比威少和贝弗利更好的。当湖人队需要拉开空间时，施罗德就是球队的那个后卫选择，而施罗德急于证明自己身价所会体现出来的活力，也将让队伍产生良好的鲶鱼效应。正如他在自己的 IG 上写的那样，过去1年我感觉不对，被人误解，并没有人真正知道事情。我要回到最大的球会来把事情纠正到位。我希望湖人国度的每位成员支持我，我每天都会拼尽全力，为湖人打球是一种荣幸。我等不及开始了。相信威少和贝弗利也会在施罗德的这股冲劲下变得更加努力，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出场时间。湖人队签下施罗德的原因之3，我想应当是有备无患。威少上赛季的表现有目共睹，虽然球队失利，我们不能把锅完全甩给威少，但是湖人队连季后赛都进不去，足以证明威少确实和湖人队的阵容不够适配。湖人队新赛季管理层的首要目标，恐怕就是要送出威少，换回来一个全明星级别的即战力。因此，签下施罗德就是有备无患的选择。这样，在威少的去留选择上，湖人队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如果说威少和詹梅新赛季磨合出色，化学反应良好，那自然万事大吉。但是，威少如果还是和球队磨合不佳，那球队就有底气去 DNP 他了。毕竟，施罗德和贝弗利可以给球队的后卫线保底。另外，这几名球员本身都具备一定的交易价值。从长远角度出发，在未来的交易市场上，湖人还是有进行不同交易方案的可能性存在的。总体来说，湖人队签约施罗德的操作还是不错的。首先是性价比很高，再者，球队和球员各取所需，球队需要施罗德提高后卫线的下限，而施罗德渴望在大球市再一次证明自己，以谋取一份更好的薪水，并且后续无论威少是否会离开湖人，球队的后卫线都会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球队就可以毫无顾虑的全身心的将补强目标放在锋线球员身上。如果操作得当，下赛季的他们有可能是属于强队一列了。但是湖人队的4控卫阵容在新赛季初期恐怕还是要经历一段时间的排列组合，大概率会出现贝弗利加上威斯布鲁克，或者施罗德加上贝弗利的组合作为首发，一个主攻一个主防，或许才是新教练哈姆的正确选择。至于到底哪个组合的效果好，那就要球场上见真章了。这其中贝弗利的防守不会出现大问题，毕竟在几支球队中都证明了自己的防守能力，而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谁能更好的去取分，是想要一雪前耻的威少，还是也想重新在湖人证明自己的施罗德？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吧。此赛季的季后赛被金块4-1淘汰之后，他们面临着很多的质疑和批评。在波士顿塞尔蒂克夺冠之后，湖人和塞尔蒂克同样拥有17冠的局势被打破，塞尔蒂克比湖人多1冠，这对于湖人管理层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压力。他们需要在2024年休赛期补强阵容，让球队具备重返总决赛再次夺冠的实力。但是湖人这个休赛季到底是动还是不动呢？动的话要怎么动？1. 选帅与选秀。詹姆斯握有球员选项，并且已经跳出了合同，成为了自由球员。就目前来看，湖人的一系列操作都在围绕着稳住詹姆斯而进行。选帅雷迪克，选秀布朗尼，暗示的不要太明显。可以看看雷迪克过往5年的履历，从退役球员到成立体育传媒公司，跟 ESPN 签约评论员，进军博客，和詹姆斯合作了一个录像分析的播客节目 Mad the Game Pod。在湖人选帅未定之时，雷迪克这么个名字的出现给了所有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要知道，湖人并不会平白无故瞄准一个执教经验仅在小学4年级球队的体育评论员，从零执教经验到豪门球队主帅，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涯轨迹。不得让人猜测詹姆斯到底给管理层打了多少电话。雷迪克跟詹姆斯算是朋友关系，在博客当中的地位平起平坐。与湖人签约的时候，有球迷用的词叫集中皇权，而湖人敲定雷迪克看重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处理好教练组跟球员之间的关系。
关系。当然，这只是湖人巩固皇权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今年的选秀大会。6月28日一觉醒来，布朗尼就穿上了湖人球衣。根据前勇士总经理透露，里奇保罗威胁其他手握次轮签的球队不要选布朗尼，否则他将考虑去澳洲打球。为了稳住詹姆斯，湖人使用55号次轮签选中了布朗尼。为了营造父子同台竞技的氛围，联盟适当推波助澜，达成了在曝光度和收视率方面的一致。那些手握比湖人更靠前的次轮签的球队是最不爽的，或许他们本来就没有选布朗尼的打算，但里奇保罗的一通电话让他们在背地里咒骂声一片。同样不爽的还有那些落选的球员，他们的实力并不逊色于布朗尼，他们可能会觉得 NBA 选秀就是一场戏，所有人都在为湖人配合演戏。雷迪克和布朗尼都已经落实到为了詹姆斯自然就不会走了，无论是执行球员选项还是跳出球员选项，在成为自由球员之前，他与湖人签约一份长约是顺理成章的，合同可以与布朗尼的新秀合同对齐。2. 浓眉的价值。浓眉至于湖人，如同字母哥至于公鹿，阿德巴约至于热火，他们三人在球队中的地位和战略价值非常相似。去年夏天，浓眉和湖人签订了一份3年1.86亿的顶薪续约合同，随后字母哥与公鹿也签了一份3年1.86亿的顶薪合同。湖人和公鹿作为拥有完全鸟权的球队，早早的解决了核心球员的续约问题，保住了他们的关键球员。热火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据 Shams 爆料，他们计划给阿德巴约开出一份3年1.66亿的合同，这让巴特勒再次感到寒心。这3位球员都是他们所在球队的绝对核心，面对球队可能的困难或者需要重建时，他们的身价和交易筹码不言而喻，特别是涉及到选秀权的情况。端特为篮网换来了至少9个首轮签，这也显示了重建时核心球员的价值。而阿德巴约的未来尚未确定，热火的情况也不明朗。下赛季如果公鹿和湖人在季后赛再次失利，出售字母哥和浓眉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虽然公鹿凭借字母哥和利拉德仍能在东部占据重要位置，但如果湖人在阵容未大变的情况下，常规赛表现继续挣扎，面对雷霆或篮网砸出的一堆首轮签，湖人管理层很难不动摇。尼克斯和篮网的交易向我们展示了首轮选秀权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湖人是否进入重建期并交易浓眉，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取决于他们下赛季球队的表现。3. 防守一波还是放手一搏？有几个数字大家留意一下：24-25赛季穷鬼线为 1.27 亿美元，工资帽为 1.41 亿美元，奢侈税线为 1.72 亿美元，第一土豪线为 1.79 亿美元，第二土豪线为 1.90 亿美元。如果下赛季詹姆斯、海耶斯、雷迪什执行球员选项，然后提供2个新秀合同，湖人的薪资接近甚至超过第二土豪线，还是有点危险的。詹姆斯5142万，浓眉4322万，拉塞尔1869万，巴村垒1700万，里弗斯1298万，韦恩森特1100万，范德比尔特1071万，席菲诺388万，伍德304万，刘易斯189万，海耶斯246万，雷迪什246万。保住拉塞尔、巴村垒、里弗斯、文森特和范德贝尔特确实可以保持一定的阵容实力，但是剩下的薪资空间用来补强球队，可能需要依赖愿意接受底薪加盟的球员。湖人在自由市场上寻找一个肉盾，让浓眉回到4号位。瓦兰丘纳斯是一个讨论中的名字，然而由于湖人薪资空间紧张，签下他可能需要他自愿接受底薪合同。此外还有其他选择，比如底薪签下比塔泽，尽管他有投射能力，但在防守端的表现可能会让湖人需要斟酌。那庄神德拉蒙德，湖人试过，那会儿不好使，会考虑一下。小乔丹，这是从金块手底下挖人对付金块呗。TT 去年西决 G4 试过，效果还行，但是这个价位找中锋，去年签了个海耶斯就已经算是捡大便宜了，还有一些拼图湖人可以考虑。克劳德、小莫里斯，当然湖人确实有足够的实力去冒险一试，但就像勇士一样，交易的僵局可能会停留在给不给里弗斯这个条件上，而勇士则是考虑是否给库明加。在三巨头的问题上，太阳已经有了前车之鉴，锁定三巨头的薪资会让合同处理变得非常棘手，特别是面对如今西部的激烈竞争，想要脱颖而出的难度可见一斑。如果湖人和詹姆斯在休赛期引进第三巨头来争冠，詹姆斯可能需要主动降薪，只有这样湖人的管理层才会考虑动用交易。当然詹姆斯已经表示过了这种意愿，但是湖人要学习威少的教训，同时也要观察太阳的困境，这使得引进三巨头并不容易。随着明年浓眉的合同涨到6000万，加上巨头们续约合同
痛的问题，湖人很可能难以承受这一压力。相比之下，保留本赛季的阵容，并在合适的位置用底薪补强，对湖人管理层而言可能是最希望看到的情况。詹姆斯也为了腾出空间主动降薪，自由市场上签下瓦兰，保留核心班底是下赛季冲击的策略。詹姆斯和布朗尼的父子组合能够为球队带来不少关注，对球队的经济收益也是一大利好。詹家阿姨对此也应该会感到很满意。冒险交易巨头的可能性并不大，湖人的休赛期可能会集中在一些小修小补上。重要的事情是与詹姆斯讨论续约合同，甚至可以去咨询或是旁敲侧击打听浓眉的未来计划和报价。聊完湖人队休赛季的交易可能性，再来看看上赛季湖人队首发5人的评级。勒布朗詹姆斯即使强如詹姆斯也无力阻挡时光老人的侵蚀，他只能延续侵蚀速度而已。尽管他依旧实力输出，我们仍然能从他身上看到老化的痕迹。他的体能大不如前，难以整场比赛无限输出，所以他需要体能调控，例如在上半场适当划水，以保证下半场和第4节的体能。他只有适当在防守端松懈，以保持进攻端充足的火力。不过我们也能看到，如果有必要的时候，他依然能将防守拉满，在比赛关键时刻还能够看出来当年的风采。他的突破终结杀伤力大不如前，再不能像年轻时一样飞天遁地扛人暴扣，而他也增加了不少突破上的技巧，例如运球间转身上篮、犹豫步、借挡拆突破后卫等等。詹美挡拆仍是湖人大杀器，詹姆斯3分线回暖让浓眉顺下空间更加广阔。当然了，4、5号位本身错位感不强，则是浓眉挡拆的缺点。在防守端，他不可能像年轻时候一样全场输出，他会适当放一些他认为可以放的人，以保证体能。当他在防守端拉满时，仍然宝刀未老，他以智商防守、上身体、上对抗以形压制，而不会轻易起跳，并避免犯规。横移偏慢是他巅峰期就有的顾忌，而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防守挡拆的效果。评级最佳阵容候选，安东尼·戴维斯。随着詹姆斯老去，安东尼·戴维斯在湖人地位日益重要，他是湖人未来的绝对核心，亦是当下湖人战绩的晴雨表。从24赛季看出来，湖人的战绩非常依赖浓眉，当然这也归咎于湖人的阵容配置有问题。浓眉是联盟最强的防守者之一，他是湖人无可争论的防守核心，可以说靠一己之力撑起了湖人防守体系。他防守技术精湛，既能外扩领防，亦能收缩护框，防守位置众多，可以说能防1至5号位，唯一不能防的就是约基奇等低位很强，还有能策应的重型大中锋，不过联盟能防他们的有几个。他除了外扩过度可能被造犯规的小毛病外，防守端几乎完美。在沃格尔时期，他换防频率很多。哈姆接过教鞭后，浓眉增加了沉退的频率，有必要时才会跑出来外扩后卫线，这样给浓眉在防守端做了不少减负。在进攻端，他有最顶级的吃饼能力，能挡拆顺下吃饼，能空接吃饼，还有一定的低位单打能力。他篮下终结手活非常细腻，能从各种奇形怪状的角度把球打进篮圈。湖人的多持球点挡拆体系离不开他这位持平者，不过他的投篮找不回当年原曲梅的手感了，3分基本找不回来了，中投有所复苏，但离原曲梅还早着。而浓眉最稳妥的得分手段还是内线硬怼，这也影响了他进攻端杀伤力。浓眉的上赛季受助攻率仍有 68.2%， 仍是依赖队友传球的巨星，这影响了他的自主进攻。哈姆一度有意让浓眉持球打手递手战术，例如 Chicago 战术。我们也看到了浓眉24赛季助攻 3.5 次是生涯最高，但浓眉依然有出球停顿、破包夹不大行的毛病，这是无法解决的。在浓眉身上一直有一个问题，他到底该打4号位还是5号位？这个问题的两派观点相互不能说服对方。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浓眉想要打4号位，得先减重，再尽量找回投篮手感，而这还意味着湖人得配一个很好的肉盾来打5号位，帮浓眉减负。目前看浓眉大概率会一直打5号位下去。浓眉最大的悲剧是和约基奇生涯在一个时代，巅峰重叠，而浓眉作为中锋而言，似乎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尽管大杀四方，想要突破约基奇这座高山又有点困难。评级前10候选，德安吉洛·拉塞尔。拉塞尔在湖人队是饱受争议的球员，没人能否认他的能力，他是有无球结合的球员，能持球也能接球投篮，他擅长打挡拆配合，他在篮网时期就曾率领球队打进过季后赛，在湖人这儿他也是给浓眉喂球非常舒服的球员。24赛季前段由于交易流言影响了他的表现，而随着交易终止，他重新找回状态，这是湖人后半段战绩复苏的重要原因。但他在应战季后赛经常要掉链子，从篮
篮网、森林狼到湖人时期皆如此，这可能和他的身体素质有关。他的对抗不大行，运动天赋一般，持球时候动作偏慢，遇到强对抗动作容易变形。不过他接球投篮时候可以不下球，直接拔起投篮，真不慢。他是左手将，突破和挡拆都会往左边走，所以对手会逼他往右边走，他就乏善可陈了，只剩下接球急停投篮这一招了。他的传球视野不算特别顶尖，即使和浓眉这样顶尖的吃饼侠传球配合也可能出现犹豫。他在防守端几乎无药可救。23年休赛期号称选了一个夏季的防守，要向塞尔提克的怀特看齐，结果提升幅度不大，还是被对手点名得了。拉塞尔在湖人的前景已经逐渐暗淡，拥有拉塞尔为第3当家的湖人也注定上限不高，所以夏季大概率拉塞尔要和湖人分手了。对于他而言，找一支实力中下游球队给予无限持球权和开火权似乎是更好的选择。当然了，如果湖人仍然维持詹梅拉组合，那么冲破季后赛首轮就已经符合预期了。评级优质首发，奥斯汀·里弗斯，神奇小子里弗斯是湖人重点培养对象，湖人甚至因为他没做成和篮网的欧文交易，而他也报答了湖人，用了较低的薪资留在了湖人队。上赛季里弗斯赛季前段似乎因为美国队消耗过大，表现不够理想，一度被哈姆下放替补，此后他状态逐渐复苏，找回了23赛季的水准。他有极高的篮球智商，23赛季瑞恩绝平鹈鹕的三分球就是他发的边线球，但他的身体天赋似乎不足以支撑他的篮球智商，发边线球确实厉害，但在行进间传球质量就很一般了。这是因为他对抗差，持球遇到强力防守时动作容易变形，影响组织的质量。他还似乎有低头运球的小毛病，所以他更适合当副攻手，因为他具备有无球结合能力。球队拥有主要持球手，让他有充裕时间从弱侧发起进攻，你就能看到一个砍分极强的杀手。但如果给他过重的组织任务，你就会看到进攻不够稳定的他投射还不错，能持球投篮，也能接球投篮，突破时有一手碰瓷造犯规手段，例如急刹车、空中大后仰等。他自称是哈登和特雷杨的弟子，不过上赛季联盟开始放宽吹罚尺度，似乎也影响了他碰瓷的表现。他有大心脏，能提供关键得分，能投绝杀绝平球。防守端他的对抗差，可能会被对手点名，从美国队到湖人队都如此。不过他的防守智商在线，追防水平很高。24季后赛防守穆雷就是他的代表作。他的体能有限，攻防只能抓一头，所以24赛季把体能消耗在防穆雷后，他进攻则出现明显的跌水。总之，里弗斯绝对是冠军拼图，是值得重点培养的对象。当然了，他的上限也就仅仅优质首发而已。评级优质首发。巴村垒23休赛期巴村垒签的大合同饱受质疑，被称为湖人休赛期最大的败笔。这赛季巴村垒的表现也注定饱受争议。从24赛季看，巴村垒的表现大起大落，可以分成3阶段。赛季初到2024年1月，巴村垒表现低迷，这是因为哈姆教练轮换混乱，又过于重于防守，巴村垒时间切得太碎。2024年2月至常规赛结束，巴村垒表现复苏，这是因为哈姆将巴村垒提到了首发，固定了时间，同时球队思想变化，走上重攻路线。季后赛表现回归低迷，这可能和金块对阵防守压力太大有关系，防守端无所适从，进攻端相对于上赛季严重下滑。巴村垒是一个偏向无球型球员，能接球投篮也能空切，他不大适合持球，偶然用重型前锋的体格作为单打小个还可以，但越权运球过久就会整活。他是稍微逆版本的球员，24赛季之前一直喜欢中投硬解，不过24赛季刻意提升了3分，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常规赛3分命中率高达 42.3%。 他的防守表现一直很一般，也看不到提升潜力，他防伤不足，跑位意识很差，容易失位和跑错位，横移慢防不住快速型球员，防不住挡拆。他在防守端的唯一优点就是力量足，更适合防4-5号位重型球员，所以巴村垒和浓眉4-5号错位防守也是哈姆的一个防守策略，只是遇到金块毫无效果。巴村垒优点缺点都非常明显，我们不能因为本次季后赛的低迷而否定他上赛季季后赛的高光。对于湖人新帅 JJ 雷迪克而言，使用他并不容易。基于本赛季小有溢价的表现，只能给个普通首发的评价。评级普通首发。近的常规赛 MVP 榜单上，丹佛掘金队的约基奇表现非常活跃。目前他可以场均拿到26分，10点9篮板，8.8助攻，被视作是这项大奖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大家看到这个数据第一印象是什么？在鲈鱼看来就是全能。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全能并领跑 MVP 榜单的球员，好像从来没有被重点关注过。多数人对他的印象很简单，好像是很强，要不然不会拿到这么好的数据。但他哪一点强呢？得分感觉就是内线抛、外线投，也没什么特别吧。大家可以尝试回忆一下詹姆斯、杜兰特、库里等等这些球员，哪怕是掘金的莫里，你们都比约基奇更加熟悉吧？一提到这些球员，你们脑海中会有一些画面，他们都是怎么打球的？那约基奇是如何打球的呢？鲈鱼今天带你们深度分析这位内线吃货。要说约基奇，体重永远是绕不开的话题。前几个赛季他一身肥肉，确实带来了明显的对抗优势，但负面影响一点也不少。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太笨拙，导致进攻篮下脚步并不流畅，防守容易被针对。但这个赛季约基奇减下体重后，不仅变帅了很多，效率也是直线上升。鲈鱼带你们看看他的数据，约基奇本赛季续航能力得到明显提升，生涯新高的场均 35.4 上场时间，远超过生涯平均 29.8， 并且长时间作战出手次数明显增多，由场均出手 14.7 次，大幅度增加到本赛季的 18.2 次。最值得关注的是，约基奇今年效率特别高，突然增加的出手次数没有降低他的得分效率，反而有所增加。投篮命中率由去年的 52.8% 增加至 56.4%， 三分命中率 41.8%， 生涯新高。得分、篮板、助攻多项数据都刷新了约基奇的生涯新高，而且是大幅度增加。减重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对约基奇来说，确实有非常大的增幅，因为他本身是技术型中锋，只是过高的体重让他不能随心完成一些技术动作，从而导致他的效率并不是很高。但减重后的约基奇，联盟还真没有几个球员可以单防住他。没错，约基奇进攻不是很强，已经是联盟顶尖进攻水准了，因为他精通各项进攻技巧，他可以像传统中锋那样落到低位背打。虽然对脚步的运用没有恩比德所展现的大开大合，但其中包裹着那股细腻，也会给对手造成很大的麻烦。好比这一球，约基奇接球背身对位马刺中锋，迅速一个转身将其甩掉，起身完成双手暴扣。整个过程没有很快，但你不会感觉这个动作有不流畅的痕迹，就好像东契奇一样，没有韦德闪电突破速度，但对方球员就是防不住。约基奇也是这种打法，篮下勾手也没有问题。约基奇篮下接球，面对活塞中锋普拉姆利，勾手出球，而且出手速度很快，活塞中锋根本来不及将其盖掉。不仅仅是篮下进攻技巧，约基奇的投篮同样出色。面对普拉姆利盯防，约基奇思考一下，直接选择干拔跳投，球还能打进，三分线内 60% 的命中率可不是说笑的。大家细看可以发现，约基奇投篮过程会稍微慢一点，但他并不担心会被封盖。一是他的身高优势，想封盖2.13米的中锋投篮还是有难度的。第二是他的投篮抛物线很高，意味着对方球员需要跳更高才能碰到球，这样的投篮动作会给足约基奇充足的投篮时间，这也是他命中率较高的技巧。利用个人先天优势，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投篮动作，自然能保证一定的投篮稳定。就算你贴身防守，眼看把约基奇逼到无路可退，他还能使出绝招，让你无法封盖的投篮。比如这球，活塞普拉姆利没有完全失位，险些将约基奇逼出失误，而且所剩进攻时间也不多，但约基奇直接使出绝学。你们看看这个略带后仰的金鸡独立，看看这个篮球投出的抛物线有多夸张。这球要是能盖到，可以直接申请参加奥运会跳高比赛了。更夸张的是，这球并不完全是运气球，约基奇已经出手很多这样高难度投篮，鲈鱼早已经见多不怪了。而比个人进攻更恐怖的是他施加给整支球队的影响。约基奇就是披着中锋外衣的控球后卫，他执掌着球队进攻任务，驱动着身边所有人。当约基奇在场时，掘金的进攻效率高达 121.1%， 每100回合能多拿 12.4 分，这个数字超过了联盟 99% 的球员。有效命中率还能上升 3.8 个百分点，失误率也会下降 2.7%。约基奇真的是掘金球队的进攻灵魂，几乎每个进攻回合，他们都需要将球传到约基奇手中做中转。约基奇分析场上的形势，决定向哪个位置分球。约基奇场均要触球 102.6 次，全联盟第一；场均传球76次，联盟第二。通过助攻能够为球队创造 21.3 分收益，联盟第6，在内线球员当中排名第1。而队友接到约基奇传球，完成3分投篮，命中率高达 40.9%。鲈鱼真的建议大家可以看看约基奇的比赛，他的传球就像魔术师一样，非常具有观赏性。鲈鱼挑选了一些比较经典的回合，帮大家简单了解一下约基奇传球对防守阵容阅读有多强。像这球，约基奇接到外线戈登传球，示意后者往篮下跑位，但戈登跑到篮下并没有摆脱马刺防守球员博尔特尔。约基奇注意到戈登队伍的球员一直在留意自己，果断尝试低位被打马刺的3号球员科尔登，成功吸引博尔特尔包夹，快速传球篮下空位的戈登，助攻其上篮得分。大家想一下，当一名中锋具备传球组织能力时，
他一般情况下会出现什么位置？答案是外线弧顶，既能帮助队友做高位掩护，又是传球组织的最佳位置。而且如果出现空位情况，约基奇三分能力也是有的。比如这球，约基奇为队友波特掩护，掩护完成后，前者迅速跑向篮下，并接到波特传球后，并没有如同我们所想一般接球进攻篮下，而是选择原地停住，迅速传到波特篮下进攻路线当中，助攻后者双手暴扣。这个过程太流畅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一名中锋球员负责组织进攻，球队会打出什么不一样的战术？毕竟现在联盟中锋当组织后卫用的，也就绝境独一家吧。答案是五小阵容的战术。我们来看这一球，当约基奇拿球这一刻，大家看看这禁区有多空旷，这不就是五小阵容战术体系吗？拿下球队打中锋，派上5个身高不高但具有一定的突破能力的球员，为的就是打造足够的突破空间，绝对没有这个烦恼。约基奇的高位直接点名对位大中锋跟我的外线，你出来我们就打战术，你不出来我约基奇就投3分。毕竟除了身高具有优势的中锋球员，其他根本对约基奇3分投射造成不了威胁。约基奇外线持球后，波特迅速跑位，前者第一时间将球快速传出，后者接球上篮，成功打成2+1。我们最后再看这一球，真的传出勒布朗詹姆斯的感觉。约基奇外线接球，同时掩护队友莫里斯顺下禁区。就当所有人以为他会传给莫里斯时，突然一个快速传球，直接甩到另一侧3分弧顶的戈登，打得所有球员措手不及。戈登接球后3分果断出手，直接打进。这一球展现的就是约基奇大范围的传球视野能力，就好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勒布朗，他也传出过不少类似的球。一个中锋能将传球能力开发到这种程度，真的是历史仅有，而这就是约基奇的价值。正如威尔巴顿所言，他既能投3分，又有篮下小步，可以在禁区附近终结进攻，也有接球就投的能力，再加上抛投、中距离、面框持球等等。老实讲，只要他愿意，他每晚都能为所欲为，你根本无法阻止他的自虐。也正是在这样的比赛表现之下，本赛季的约基奇交出了统治级的高阶数据表现，个人效率值 31.7， 联盟第一 ，BPM 12，联盟第一，胜利贡献值 10.1， 联盟第一，不可替代值 5.5， 联盟第一。但现在莫里缺席，导致掘金未来变得迷茫许多。约基奇在 MVP 队列中也不再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但鲈鱼还是希望约基奇可以拿到本赛季最有价值球员奖，不是他需要，而是他。不过赛前，勒布朗因为左膝酸痛轮休，所以这场比赛就轮到了此前复出的浓眉带队了。湖人将全队的寄托放在了浓眉身上，的确，这也是他们唯一谨慎的办法。球队在交易市场当中毫无吸引力，要么是抢不到，要么是筹码不够，所以他们只能希望浓眉回归之后球队能有所改变。果然，首战复出打篮网，浓眉就展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和信心，没有让湖人和球迷失望。而复出的第2场比赛，就让我们觉得那个在2020年湖人夺冠赛季攻防两端都令人窒息的浓眉回来了。虽然面对最近状态大热的恩比德，但是伤愈复出才第2场，体能还没有完全恢复，球场感觉还没有完全找回来的戴维斯，还是在整体表现上压制了恩比德一头。在场上你可以看到恩比德脸上的恐惧，这就是2020赛季浓眉在季后赛中所展现出来的统治力。虽然本赛季湖人夺冠很难，但谁又能拒绝冠军呢？如果要夺冠，勒布朗现在的状态很重要，而浓眉的中距离跳投和篮下杀伤同样极为重要。那么这部影片，鲈鱼就为大家分析浓眉这样的状态对湖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其实在2020年赛季以后，已经很久没有在强强对话当中打出如此具有统治力的表现。最近2个赛季因为伤病，浓眉的出勤率很低，并且自身的进攻状态也在下滑严重。当初3分和中投的投篮准星在本赛季真的很少出现，在某些场次他可以打出比这场更豪华的数据，比如去年季后赛打太阳拿下42分，但与艾顿交手的量级显然无法与恩比德交手的量级相提并论。浓眉已经太久没在联盟顶级内线面前证明过自己了。这场面对场均轰下29分的恩比德，浓眉总算是找回了巅峰状态。本赛季，浓眉的中远距离投篮成了老大难。在没受伤之前，他在油漆区之外的出手只有185投60中，投篮命中率只有 32%。他的3分球命中率更是只有 17.9%， 这是自浓眉开发出3分能力以来最低水准。正因为3分效率下滑太大，浓眉的有效命中率也降到了生涯倒数第2，甚至低于联盟平均水准。而根据 ESPN 的报道，
浓眉在恢复期间不仅康复了膝盖，还调整了投篮动作来改善自己的准心。可上一场打篮网，因为出场时间受限，这些调整体现不明显，但打76人，这些调整的效果显现出来了。就像这里，持球面框单打恩比德，胯下背后运球往篮下突破，但恩比德防守堵住了浓眉的突破路线，所以浓眉选择后撤步，在负角度完成高难度的后仰跳投。再比如这里，从幽灵区来到低位背身要球，在接球后马上后撤步跳投，动作一气呵成。这个回合，浓眉持球在肘区给队友手递手掩护，之后再次掩护，这时蒙克往篮下突破，吸引了两人的防守注意力。这时浓眉向外弹，在离3分线一步远的距离接球中距离出手命中。只要他站在场上，就是对面不敢忽略他的牵制点。从这场看，只要放掉浓眉就会付出代价。再有就是浓眉减重后带来的优势，与恩比德对比，速度灵活本来就是浓眉的优势，而这场比赛浓眉也终于在这两个方面打出了优势。这个回合蒙克攻击篮筐不进，浓眉利用更快的弹速拿下进攻篮板，之后又再次快速起跳顶着恩比德完成了2次进攻。再比如这个回合，低位面对恩比德防守面框单打，浓眉3威胁后走左路沿底线突破，依靠速度抢出了一个身位，突破到篮下反手完成上篮，一个加速反跑过掉恩比德，跑到篮下接队友传球，面对恩比德的跟防把球扣进。而在防守端，浓眉的高度、臂展以及防守覆盖面有效改善了湖人缺乏侧翼的天然短板。他在低位的游戈又能解决小阵容无法解决的护框问题。全场比赛浓眉4个盖帽，其中2个是帽在恩比德身上的。不管是对比表现还是数据，不管对比进攻还是防守，浓眉都压制了恩比德。无论是持球强突还是接球投篮，浓眉的表现都无可挑剔。这正是湖人期待中的浓眉。对于湖人而言，眼下他们所能做到最大的补强就是赢回健康状态好的浓眉，这也是湖人自救计划的第一步。如果本赛季湖人想要夺冠，浓眉状态至关重要。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威少本赛季大概率只可能在湖人了，而当威少在场时，湖人就不得不考虑空间的问题。只要威少的投篮不会瞬间练出来，湖人的空间就不会太好。加之湖人本身外线也没有太多的投篮点，篮下出现的情况就会很少。这时中距离对于湖人来说是非常解渴的，所以浓眉中距离投篮包一定要找回来。本赛季浓眉受伤前，场均贡献 23.3 分、9.9 个篮板、2次封盖，3项数据相较上赛季都有提升。而这样的表现依然无法令湖人满意，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浓眉在湖人夺冠赛季季后赛时的表现太出色了，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极高的标杆。在2019到20赛季，浓眉作为双核之一率队夺冠，在隔离园区举行了整个季后赛征程中，他在攻防两端打出了极高的水平，整个季后赛场均能够达到 27.7 分和 9.7 个篮板，3项命中率分别是 57.1%、38.3% 和 83.2%。整个季后赛，浓眉在攻防两端一直是无解的存在，根本没有人可以限制他。而到了本赛季，浓眉中距离和3分投射效率明显不如夺冠季，增重后其移动比以前也慢了一些。赛季初段，他在攻防两端都受到了大量的质疑，而回归后的这场比赛，浓眉所展现的状态让湖人感到了安心，他找到了夺冠赛季的感觉。同时，浓眉的付出也带给了湖人其他方面的改变。首先是防守，湖人已经坚定了打小球阵容的思路。作为球队护框能力最好、防守最全面的内线，湖人是浓眉提升防守的最大希望。以湖人的外线防守能力，他们已经不可能像过去2年那样打出顶级水准的防守，但如果浓眉在，湖人的防守至少不至于徘徊在联盟中下游，冲击联盟前10还是有希望的。其次就是轮换阵容的优化。浓眉缺席期间，沃格尔被迫将阿里扎顶到首发阵容，为了帮勒布朗减轻负担，沃格尔每场都要给霍华德大约15分钟的出场时间。结果就是，本来应该得到更多出场时间的约翰逊、里弗斯出场时间无法拉满，湖人使用了太多效果并不好的阵容搭配。而浓眉回归后，湖人轮换阵容的问题解决了不少。里弗斯、约翰逊这2个活力四射的角色球员，场均得到了至少25分钟的出场时间。同时，威少单独带队的时间被大幅削减。再有就是帮助勒布朗减负。浓眉受伤期间，勒布朗一直是出现在5号位置上，
在攻防两端都有巨大的消耗，这对于37岁的勒布朗来说是很大的考验。待浓眉回归后，勒布朗负荷减轻，出场时间也会减少，体能就能得到一定的保证，同时保证健康。浓眉回归状态出色，这对于湖人来说是可喜可贺的，而勒布朗的状态也是蒸蒸日上，詹美组合的威胁依旧在。除了浓眉、勒布朗，威少状态如果能复苏就是最大的惊喜。虽然说不太可能发生，但还是希望能看到这一幕。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请点点订阅，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